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冰封街机版。可能很多小伙伴接触冰封这个系列游戏是从红白机版本开始的，但实际上始祖性的作品出品于街机平台。本作发售于1985年，比红白机版要早一年。红白机版是一个移植的版本。基本的系统都差不多，攻击键一共是2个，其中 B 键可以攻击到地面的敌人，但如果你的手臂挨了2发子弹都被打没了，就无法再发动地面的攻击。第一次2个手臂被打没之后，会来一个救护车把你的手臂修复，后面就没有这个待遇了。铃铛的话有几种颜色，白色的是把你的火力变成双向，蓝色的是增加你的移动速度，红色的是套一个保护罩，绿色的是带3个镜像。玩法上大体有2种，一种是捡红色的铃铛，追求安全性，还有一种就是捡绿色的铃铛，追求突出。这里面我比较推荐的是捡绿色的铃铛，你的火力如果把对面压制住了，会占有很大的优势。游戏的流程一共是5关，这里打的是第1关的 BOSS。这些 BOSS 也都是有名字的，之前没给大家介绍过。那这次录制街机版就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 BOSS 的名称。第1关的 BOSS 叫做洋葱头。早期的很多街机游戏，还有容量不太大的红白机游戏，它的关卡数量、内容都是有限的。如果玩家打了1个周目之后，它就会自动开始2周目，关卡数量也会继续的向下累计。本作也有这个现象，而且本作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定，它的版面长度是固定的。如果你在 BOSS 的阶段打得快了，或者是打得慢了，随着关卡数量的增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版面和关卡已经对不上了。这个现象红白机版是没有的。本作除了移植到红白机版之外，还移植到了其他的几个平台，这里面就包括了当时的个人电脑平台。这个平台有很多早期的知名游戏移植作品，所谓的魂斗罗水下8关，据说就出自于这里。但这个版本的魂斗罗我给大家录制过，关卡数量对不上，而且也不是在水下，所以这个说法我是不大认可的。这个版本的冰封里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铃铛，这可能是黑色铃铛最早的出处了。街机版本的铃铛没有黑色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作用是如果你捡到了黑色的铃铛，你就会爆炸，就会扑街呀，1条命就没了，超级的坑。这里是第2关的 BOSS， 这个 BOSS 叫做平行餐具或者平行碟子。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一只蜘蛛。已经是第3关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讲述的是太空里的2801年，邪恶的斯派塞王，大家注意这个斯派塞是音译，它的意思是香料。香料之王率领着太空军士占领了东部离岛。肉桂博士的2个儿子安纳蒙和唐纳蒙驾驶着自己父亲研发的2个飞行器，击败了斯派塞王，东部离岛重新赢回了和平。听完这个剧情之后，
对冰封系列有所了解的小伙伴可能就会说，大叔不太对劲啊，我怎么记得冰封的驾驶员不叫这个名字？我所说的就是冰封初代驾驶员的名字。后来为什么变成了莱特还有帕斯特尔这对少年了呢？从剧情上说，初代的驾驶员安娜蒙和唐纳蒙受到了梅洛拉公主的召唤，去拯救公主的母星皇后星球，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呀，快40年了，音信皆无。这两个人物在游戏的历史上也是开创性的人物了。他们俩的亲爹肉桂博士是科乐美的御用博士。大家小的时候如果玩过红白机版本的科乐美世界，就应该见过肉桂博士。但是安娜蒙和唐纳蒙只留下了名字，连头像都没有留下呀。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来讲，就是官方吃书了。考虑到后续作品对核心玩家的吸引力，所以把主人公换成了少年莱特和帕斯特尔。其中莱特是安娜蒙的儿子，帕斯特尔是唐纳蒙的女儿。刚才打的是第3关 BOSS 捕杀。第3关中间出现了一些红白机版没有的敌人，比如说关卡 BOSS 之前旋转的狼牙棒非常的硬，点到地面的五角星清屏的道具可以把它们干掉。清屏的道具应该只能够通过击败地面的敌人来获得。咱们捡铃铛得分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连续的没有错过铃铛的话，它的得分会不断的进行累计，最高就是10000分。如果中间断档了，再重新累计的话是从500分开始。大家算一下，这个分数就差很多了。当然了，那是高手的玩法，和咱们普通玩家的关系不大。咱们只要能够通关一个币，玩得更久就可以了。上方有个点不断的在发射子弹，实际上它是卷轴之外有一个怪物。我接触这个系列的游戏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游戏机买的比较早。但是最开始我家是一台黑白的电视，我分辨不同的铃铛就是根据它们灰色的色阶深浅程度不一样来进行判断。直到有一次我听一个小伙伴说红色的铃铛什么效果，蓝色的什么效果，我都懵了呀。我心想这游戏是彩色的，太神奇了呀。后来家里换彩色的电视，算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第4关的 BOSS， 这个 BOSS 叫做爪星装置。BOSS 可以从屏幕的另一侧出来，这个设定红白机也有。刚才说到黑白电视，我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它是一层膜。说到膜，我最有研究了呀，小的时候就见过。这个膜是放在黑白电视屏幕前面的，产生一个类似彩色的效果，但是那个效果很难看。后来随着彩色电视的不断普及，慢慢的就没人用了。我估计这个东西我不提，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早一点的80后还有70后见的比较多。
转眼游戏已经推进到了最后一关，前5关的难度少，第3关还有第5关要稍难一点。这个游戏如果想玩好一点，还是需要注意控制地面单位，早一点打出5星，在适当的情况下把它捡起来进行清屏，可以有效的控制游戏难度。另外，我仍然是推荐捡绿色的铃铛，你的火力强大了，能够压制住屏幕上的敌方单位，难度自然就会降低。如果捡红色铃铛的话，敌方的子弹非常密，你套多少层都不安全。街机版的红色铃铛捡完了之后，它的保护罩是随着被攻击不断缩小的，算是有一点预警的机制，你能够判断这个保护罩可能要碎了。前面不远就是最终 BOSS， 打 BOSS 的时候要注意，让他跟着你的轨迹走，不断的吃到这些子弹，这样打的就比较快。这些铃铛从始至终我是没有注意收集的，可能很多有强迫症的小伙伴看起来非常的难受啊，也没有办法，为了保命啊。这个 BOSS 就是斯派赛王，打完他之后1周目就算结束了。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冰封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